6月初1，皇帝出游处女春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 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 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，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郁抹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凄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 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，等到6月初1，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，你到了凡间之后。 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贞的新师傅。我要做道姑。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傅，只是。 身为殿下的师傅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，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。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贞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贞舍不得师傅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贞明白。可是，多谢道长，这几年对元贞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贞，快，拜见道长。道长。 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9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 快叫师傅！哦，师傅。师傅，您若是不闲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 这才正月初1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。
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不如那美人落水的时候，我去将她救了。不可不可，万一那美人看上我了，岂不更麻烦？芊芊，几日不见，我想你想的可厉害。你可想我？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。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？莫非还是你爷爷不成？虽不至于是我爷爷，却也差不多。那东华子府邵阳君，东华帝君，莫非小九？我先去关窗。你睡外边还是睡里面？我还是睡地上吧。芊芊，今夜不管你睡地上还是睡床上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若你还有点法力在的话，或许能跟我打个两败俱伤。但你法力不是被我封了吗？又或许你是半推半就。夜华君，你说笑了，我这不是怕床太小怠慢你吗？我习惯睡外侧。话说，这凡间真的有大鹏鸟啊？那大鹏鸟是从佛祖跟前借的。我二叔和司命之间有些过节，司命这次可是下了血本。想不到，这司命竟然如此记仇。他好不容易安排一出大戏，让我给搅和了，他不得记恨我？芊芊，你不用担心，左右他还欠我一个大人情。你想不想我抱着你睡？果然，知道你睡觉不老实，才说抱着你睡的。床太小了。是，这床为是太小了。芊芊，你可识得那四阴神君？我听过，但没见过。不是听说他跟墨渊上神一同归隐了吗？原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些。不知道。
今日那义君离境，画了一幅四阴神君的丹青，并私下寻找他的行踪。这丹青辗转到了我的手上，猛地一看，像极了女扮男装的你。应该是巧合吧。天色不早了，快睡吧。三殿下，你也去蟠桃会吗？失礼，失礼。今日不知为何屡屡如此啊！看来又有人在背后妄议你啊，司命。怎么会呢？像我这种好说话的闲散神仙，不会留下什么话柄吧？太子殿下呢？方才还见着他在呢。他惦记某位上神呢。趁着群仙敬酒，又去了趟凡间，这半盏茶的功夫就回来了。芊芊，过来与我书法。你是在唤我？听米谷说你书法书得很不错。今日我得去觐见天君，若是仪容不整就不好了。哦。好了。你从前没事。芊芊，这串珠子你先带着。如今的你跟凡人没什么两样，虽然不至于遭遇到什么危险，但还是以防万一。那我便先回天宫了。对了，昨晚忙着正经事，都忘跟你说。6月初1，你想将远征拦着，再派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去。如此一来，你一是保得元贞，二是不妨碍东华帝君立人生之功，便皆大欢喜了。好。他昨晚做什么正经事了？差点把小九忘了。师傅，为师也刚好想去寻你，随为师来。是。师傅，你脖子这边是怎么了？看着像是……
连这么细小的红痕你都注意到了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你有走路时连蚂蚁都舍不得踩的善心，看起来还真是不错。你可知道，走路的时候不踩到蚂蚁，不只是需要善心，还需要细心。这善心跟细心本就是一体的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为师今天便考考你，你的细致程度。师父请说。为师知道，你16岁之前一直在道观中生活，16岁之后才进的皇宫，所以为师也不为难你，就问你2个问题，一个是关于道观的，另一个是皇宫。你之前在的那道观中，有一名经常穿白色衣服的道姑，她常用的有一柄拂尘，那拂尘是什么材质的？拂尘？你且先不必答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所在的皇宫之中有一名女子，额间生有凤尾花胎记。那名女子她居住在何处？是什么职位？闺名叫什么？师父，元真寡陋，在道观中住着时，却从未见过师父口中所说的这位白衣道姑。至于这位额间一枚凤尾花胎记的女子，元真倒是知晓，正是住在汉淡院里的陈贵人。至于陈贵人的闺名，徒儿委实不太晓得。小九果然是奔东华来了。你有这般细心，已属难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学习道法要更加的细致。你今日且先退下吧，好好将你学到的态度去参一参。是。元真小弟，其实你已经够细致了，再细致你就成八公了。这位姑娘，道长有何吩咐？带我去陈贵人的汉淡院。是，请跟我来。道长，这里就是汉淡院了。小九，姑姑来看你了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把我带走，姑姑，我爱他，姑姑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求你了，姑姑，求你了。来生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，求你成全我和他好不好？姑姑，求你了。这疯癫的模样，该不会是他给自己用了青丘禁术2生咒？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，求。来人啊！把陈贵人扶进去。是。这小九平白无故用这2生咒做什么？姑姑，求你别带我走，凤九要生生世世和陛下在一起。姑姑，姑姑。不对啊，姑姑怎么会来？如果姑姑知道我用了2生咒，岂不是要把我绑回青丘？那我还怎么报恩啊？娘娘，这2个不是天族顶尊贵的人吗？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宫里？因为本宫要用他们的身体来救我的孩子。娘娘让傀儡去劫杀天族上仙，已经是死罪了。今日
今日的事要是被君上知道，岂不是罪上加罪？娘娘，快点把他们还回去吧！闭嘴！本宫何时轮到你这个贱婢来管束？娘娘息怒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拉到水牢里。是。还有，召见几位将军。是。娘娘，奴婢不敢了。娘娘，奴婢不敢了。娘娘。这副皮囊，我真的是很喜欢。参见娘娘。快过来看看。墨渊上神，娘娘，他不是已经消失了有7万多年了吗？这件事情，本宫过几日再跟你们解释。今日让你们来，是让诸位准备炼丹房。本宫要起炉做法，用墨渊仙体炼丹，让我的儿子康复。炼丹？没错。几日后，我的儿子将会拥有天族战神的元气。你们不觉得很有趣吗？姑姑，不孝女凤九来请罪了。果真是用了2声咒啊！姑姑英明。坐下说吧。既然是来报恩的，为何要在自己身上用2声咒？早些日子，凤九进入帝君的梦境，想要问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，没有达成的痴心。那石头做的东华帝君说了什么？该不会是不想要什么富贵江山，只愿求得一人心吧？姑姑英明。这一世的东华帝君竟如此俗气。大概是帝君早年间在凡间经历了一些人情冷暖，想要求一个不离不弃的女子吧。于是你便将自己搭了进来。我也不是把自己搭了进去，只是司内星君说帝君遇不到他心爱的女人，但是在6月初1，他会遇到一个他爱慕的女子，但是这个女子爱的却是元贞太子。元贞。所以，我想要捧出一颗真心来。等到帝君遇到他那个心爱的人，我便功成身退。原以为这个方法是极好的，但是我借着陈贵人的身子，见到帝君却连一句情话都说不出口。死会不是那么容易复燃的，你也无需介怀。所以我只能给自己下2声咒，白日里做出非常爱慕帝君的样子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，我方可以解脱。这段日子有没有被那帝君占了便宜去？东华帝君他只是去了一趟邯郸院，不过多时就走了。你说说你啊，每天做出一副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样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凤九只是觉得，爱一个人是需要有敬业精神的事情，不可以在旁人看的时候做出爱的样子，但是在没人看的时候就做出不爱的样子。罢了，我还是送你走吧，你继续去捧着你那颗真心吧。你在青丘的时候活得如何潇洒肆意？看，为了东华帝君来这种地方喂鱼，你说说。想来这紫竹院是个福地，怎么连您都来了？
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你去东海赴宴的第2日，天君的孙子夜华就到桃林来找我，问我关于你300年前的旧事。啊？我告诉他，你与擎苍恶战了一场之后，睡了很久才醒的。之后他没有问什么便走了。丫头，你跟夜华这桩婚事不会又黄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那就好。真真很想念你的厨艺，什么时候有空回桃林一趟吧？可是我还在凡间报恩呢。报恩？嗯，哦，你身上这2声咒下得不错啊。姑姑，他威胁我。他威胁你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回去给他和四哥做饭罢了。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姑姑，你今日来此是为何啊？为了那元贞。元贞？那元贞乃是太子的堂弟，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被贬下凡，我在此就不多说了。你方才不是也说了吗？6月初1那天会有个美人落水，元贞会去救那美人，然后美人会爱上他，东华帝君也会爱上这个美人。对啊。所以我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元贞从东华帝君那个情节里全身而退。那姑姑，你可想好法子了？想好了。待6月初1美人落水那天，我会先拦住元贞，然后找个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。帝君自然会去救那女子。待他们2个人看对眼的时候，就没元贞什么事儿了。小九，你可愿意做那个推东华帝君下水的人？我受2声咒的束缚，白日里必须得忘了自己。我不扰乱姑姑的计划已算是万幸了，我怕我做不了。罢了，说的也是。实在没有谁的话，只能我自己动手了。原来你在这儿呢。为了找你，我还特地去了趟凡间。走，等你好久了，快跟我去趟西海。走，去西海。没错，我刚才去西海，偶遇了在凡间办事的西海二皇子。墨渊的弟子，小舞的大师兄，就是他。我与他在凡间的酒楼相遇，吃了顿便饭，刚好有人来禀告水晶宫的事。我看他听着听着就愁容满面的，不停地灌酒，于是就多嘴问了2句。没想到让他犯愁的这事儿，你还真能帮得上忙。我就是你折颜上神。走。多谢上神为小儿诊病。能不能治，暂且还不知道，不如让我先看看他吧。是，请。说是600多年前的某一天开始，西海大皇子那不大强壮的身子骨每况愈下，西海水晶宫的那些药师们查了许久都查不出症结，便无计可施。眼看着这大皇子咳的血越来越多，只能上了帖子，让天上的药王来解决。可是这药王也查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只能开了2副药，让蝶雍不再咳血。这药王临走前啊，说大皇子这病不像是病在身上，既然没有病在身上，他区区一个药王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最后眼看无计可施，只能四海八荒四处求医，可最后还是无药可医。为什么会这
神色如此凝重，可是小儿。水君别担忧，大皇子并无性命之忧。那上神可有医治小儿的方法？让我再想一想。为何你神色如此怪异？这大皇子病得蹊跷，给我几日时间，待我找出真相，再告诉你。难得见你如此慎重。真儿，娘好想你。姑姑，跟我来。坐下说吧。少先站着便是。我已找到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了。少先叩谢姑姑。不必了，坐下吧。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万事已具备，就差推人这东风了。推人？简单来说，就是6月初1那天，那美人出现的时候，要有一个人将皇帝推下水。好，少先来做。届时你用了隐身术，待那命中注定的美人出现时，轻轻走到皇帝身边，将他推下水即可。但是这样做会遭法力反噬，你去做有些凶险，应该找个壮硕的人去做。既然这事儿必须要做的话，那我便让我家君上来做。也好，反正他是元贞的亲爹。这样缺德的事让他来做，最合适不过了。少先这便寻君上来见你。好，动作要快，离凡间6月初1的日子不多了。姑姑放心。如此，便算是做好准备了。上神。7万年前是你收留了我，7万年后，你又要救我的儿子，你可真是我母子的贵人呢。娘娘，祭坛差不多日落之前就可以建好。好，那我就再等几个时辰。什么？白浅让我推东华帝君下水？不错。你答应了？姑姑说，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救元贞。为什么？时间太紧迫，我也没有来得及多问。但是姑姑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肯定只有这一个办法是最周全的。难道是他要借此来报复我们？报复？你有所不知，凡是在凡间用仙术修改运布的，都是要受到惩罚的。白浅他选谁不好，他偏偏来选我，难道不是他想借此来报复我当年悔婚的事吗？君上。你不可如此说我姑姑。这次她肯下凡来帮我，本来就是看在我们主仆的情谊上不计前嫌。而且她一直是我最敬仰的姑姑，以她的为人，她是绝不会借此对我们做什么的。好，千万别动气，千万别动气。是为父心胸狭窄了，千万别动气。
我这就去反见。上神，坐。桑吉还是要为当年的事情道歉。不管怎样，贸然提出悔婚，都是桑吉的错。当年事不必再提，坐吧。不知可否有人跟上神说过，上神很像当年墨渊上神座下的17弟子司音。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你们……水君此番前来，既然是为了元真的事，就不必说旁的了。咱们说说明日吧。是。坦白说吧，这次你要推下水的那位，是东华帝君。这件事情我本来是让你妻子去做的，但她现在有孕在身，毕竟不好。啊，多谢上神考虑得如此周详。不必客气了。我就起来说说明日你要做的那些事情。好。到了明日那时，你且先去隐身。太子殿下还真是放心不下上神呢。毕竟那位是东华帝君。殿下放心，帝君并不是心胸狭隘之人。时辰一到，大鹏就要来了，得赶快将元真叫过来。去，帮我将太子请过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道长有请。师父。师父，不知此时要元真来有何要紧之事吗？你来的正好。师父不知为何，刚刚胸中闪过一道白光，将平日参悟不透的道理全部都参透了。你可想知道为什么？元真当然想知晓。如此便最好。你去太子殿等我，为师随后就到。难道这些歌舞比为师的道法还要重要吗？不，徒儿知错，徒儿马上就回去。快看，那好像是大鹏鸟。这世间竟有这么大的鹏鸟，这大鹏鸟竟如此凶猛，飞得这么快。如此大的鹏鸟，只在经文中出现过。此时现身，会不会有什么征兆？陛下，这分明是祥瑞之兆。符咒，就凭一只鸟，就说是祥瑞之兆。
陛下危险！闭嘴！陛下小心！陛下！陛下，别靠近水边！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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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来人，回去救人！陛下！陛下！快来人呐！陛下！陛下不通水性啊！快来人呐！陛下！来人呐！快呀！来人！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东华这事脱生成了一个旱鸭子。如今叫谁去救这美人啊？殿下不可失范。你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怎么会有人推我下水呢？或许是你平日太受太子的宠幸，招人妒忌，有人趁乱教训你吧。夜华，你这样用法术是有违天规的。只要你安好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你这样救了我，那东华和凤九怎么办？回上神，他们都好，这本就是他们应该立的节。再过几个月，小殿下便可以得偿所愿了。如此便好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快回天宫吧。一个太子久待在凡间也不好。我的事也还没做完，我也先走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醒一醒啊！陛下，你醒醒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我求你了！陛下，陛下，我求你了！你醒过来吧，陛下！我没有你活不下去啊，陛下！陛下，是你救的我。先不要说话，御医马上就到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。快点，会没事的，陛下，快去救陛下！快点，陛下，陛下！什么？你竟亲自动手，把白浅上神推下了河？上神可有什么大碍？妙清没有想到太子殿下也在附近，他竟然亲自施法救了上神。这公主倒是很好哄骗，让她去凡间教训一下白浅上神。没想到她连谋害上神这种事都敢做，要是做成也就罢了，还失败了。若是太子殿下日后追查起来，是个大麻烦。你可真是不懂事，竟敢对青丘的姑姑做这种事。我明白你对她的嫉妒，可是君上日后是要君临四海的，后宫必然美人众多。你如此善妒，如何能入洗无宫呢？姐姐，不是你让妙清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
不过你不要害怕，这件事只有我和新奴知道。我们来想个办法，让你尽快成为太子殿下的女人，用喜事把这件事盖过去。姐姐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自然会帮你。放心吧。嗯。无论如何，此事也算是做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上神出手救了小儿，桑吉他日必会好好回报。回报就不必了。此事完全是因为我与少仙的主仆情谊，与你毫无干系。若是你来的话，恐怕连狐狸洞都进不去。你走吧。桑吉告辞。陛下，你可不能丢下臣妾，陛下。朕不会丢下你。如果你走了，又丢人了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和周卫娘娘在此等候许久，臣妾还是先……朕叫你留，你便留。朕封你做淑妃如何？陛下，这不合礼法。朕的后宫，不合礼法的事情还少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九。那朕以后就叫你九儿，好吗？日落山头了，这小丫头应该正常了。来，道长可是要用晚膳了，带我去汉淡院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师傅，元真有件事情，想同师傅商量商量，师傅可否陪元真去那边站站？师傅，你看一下。师傅，你看，它可爱不可爱啊？锁仙铃。这个是先前的师傅给我的，一直搁着也没什么用处，此番正好给小乖乖使。可惜啊，你手上这位他是有主的，若你要将它私藏了，他主人找起来，恐怕有些麻烦。所以元真才想同师傅商量商量。师傅是个高人，你能否同元真一同讨一讨小乖乖？元真是一介凡人，寿辰十分有限，待元真命归黄土，必然会将小乖乖归还于他的主人的。不要啊，上神！不要啊！嘿，师傅你看，小乖乖听说我要养它，也很振奋呢。既然你喊我一声师傅，我便得帮了你这个忙。好。我去帮你同它的主人讲一讲，让它留下来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真的吗？师傅，你竟然真的应了元真，元真这不是在发梦吧？你们俩在做什么？
今天月黑风高的，你们二位还是快下来吧，免得吓坏了他们。活的神仙，我竟然见到活的神仙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神仙。此番两位神仙深夜来访，可是因为我父皇得正昭著，上达了天庭？恐怕要让太子失望了。本君此番来，只是来寻妻的。来寻我的。不过话说起来，为师是该同你道别了。寻妻？姑姑莫要挂心，小仙只是将她的记忆消除了。多亏了姑姑妙手，元真的气运才算是圆满。可是帝君的气运稍有变动，还烦请姑姑能够领一领路。小仙要找到凤九小殿下帮个忙。你请他领路，找到明天早上也找不到凤九，还是揪个土地问问吧。仙君，带我们去汉丹院。是。稍等，我周身的法力被封了，可否请星君施个法术，将我这徒儿送回他的寝宫？啊。倩倩，你对我这堂弟挺不错的。他可是我唯一的徒儿。那他不能再唤我大哥了，他得尊称我一声师弟。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占人家便宜啊？就因为他调戏了你的侧妃，你怀恨在心了？你不说我都忘了他为何下凡历劫了。调戏一个不算侧妃的侧妃，便要下凡历劫60年。那么当着本君的面，握着本君妻子的手，又该怎么算？走吧。方才听你说是来寻妻的，怎么一来就急匆匆的去找凤九？司命来补动化帝君的气运，我便顺道来看看你。来看我？今日殿下将小仙从蟠桃会叫下来，就是为了看看上神是如何让人把帝君推下水的。若是帝君日后知道了，恐怕也要将我踢下来呀。到时候太子殿下定会为你求情的。哦，凤九小殿下与帝君的气运交汇了，这才是小仙来请上神帮忙的原因。可与凤九有何关系？那就请上神与小仙走一趟，自然就明白了。请。太子殿下、上神、星君，这便是汉丹院。小仙就先告退了。去吧。既然方才太子殿下已将上神的封印解了，咱们就隐身进去吧。玉当克制，奉茶。小祖宗，回个神儿。姑姑，白日里又丢人了。还好，你借的是陈贵人的凡身，丢的也不是我们青丘的脸。我不会告诉你爹的。可是，我弄坏了帝君的气运。时也，命也。太子殿下怎么也来了？是不是我爹也知道了？本君和司命星君是看你们出了差错，才匆忙赶来。除了这屋内的人之外，尚无外人知晓。放心吧。姑姑，怎么办啊？今日帝君昏迷之时一直拉着我的手，醒来之后一双眼睛望着我，
神奇的都快掐出水来了。是不是你看错了？也许是他在水里面泡久了，所以能掐出水来。可是他说他还要生我的阶品啊。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吗？那是应该的。小殿下是说帝君已经对你种了情根？司命，你这写的都是什么破气运啊？那既然帝君已与你种下了情根，那就只能委屈小殿下陪他唱出戏了。什么戏啊？本来呢，这情节是该由那落水的女子来造的，可现如今也只好请小殿下来造了。你不帮我想一想这个脱身之法，你反而现在让我留下来帮他造劫，真是枉费了我们多年的交情。小殿下，是你自己乱了他的气运呐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是不想再去那个太晨宫了。其实不关小九的事，肯定是因为我动了元真的气运，才会变成这样的。那既然小殿下已被卷入此事中，帝君的气运若被打开，小殿下也难逃反噬。方才小仙提的法子是唯一的法子，既能让帝君立情劫，也能让小殿下免遭反噬。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那我要怎么帮他造劫？这简单，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，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，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，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，反复的践踏蹂躏便可。你让我蹂躏他的真心啊？届时小仙会给小殿下拿来一些细本子，上面就是教人如何践踏真心的。姑姑，太子殿下，我这报的都是什么恩啊？奴婢叩见皇上。我先将你这2声咒给解了，你且慢慢报恩吧。陛下，还没睡吗？臣妾睡不着。朕也睡不着，只想来看看你。若你睡了，就站在此处望一望你睡的地方也好。更深露重，陛下快进来吧。我上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明日你先回青丘，过2日我来找你。上神莫介意，此番我们是从蟠桃会溜出来的，还需快快赶回去。小仙告辞。九儿，还不睡吗？许氏今日吓坏了，睡不着。那朕就陪你彻夜下棋。臣妾不太会下。随你如何，朕都会让着你的。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，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，
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，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，反复的践踏蹂躏便可。甜头。昔日我在天宫都没拿到他的一颗真心，眼下该如何是好？秋儿，你是何时入宫的？是17岁那年。方才朕在寝殿，想要回忆初次与你见面的情景，却毫无头绪。你虽然已经被封为了贵人，也已经侍寝过，但朕对你初为人妻那夜，也记不清了。你可怪朕？臣妾不敢。陛下日理万机，臣妾不敢。陛下看什么？朕听皇后说，朕当年宠幸你，是因为你棋艺精湛。怎么，落了一次水以后，连棋都不会下了？许是皇后记错了，臣妾擅长的是厨艺，不是棋艺。哦，那不知明日晨起，朕能否吃到九儿做的饭？陛下，真要在这儿待一晚吗？有何不妥吗？没。你可是在怪朕昔日冷落你？陛下日理万机，臣妾怎敢？你只会说这一句话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虽然秦琼民风历来是淳朴，你情我愿便在一处，可是爹要晓得我与帝君，朕还你个拜堂礼，就按民间的习俗，再和你成一次亲。陛下，我们如此不合宫中规矩，若是让皇后娘娘知道了，怕是要怪罪的。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，3000繁华只为你一人留恋。遇见你的眉眼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这个公主，没有人再敢为难你。数千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。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，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，3000繁华只为你一人留恋。太子殿下，三殿下，
方才你和白凤九的对话漏洞百出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本君的？既然太子殿下都看出来了，我就直说了。东华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白凤九一个情债。情债？白凤九在太晨宫对东华帝君用情至深，可是帝君与白凤九并无缘分，所以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给他一个凡间情缘。但是这段缘分，也只是短短凡间一世，并无善果。所以你这次既圆了浅浅帮元贞的心愿，也成全了东华帝君和白凤九立情结的心愿。哎呀，幸亏是有姑姑这一出啊，要不然我还要再想别的法子，让凡间的帝君喜欢上白凤九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你让臣去查的事情已有结果了。说吧。那些遇袭的仙人，并没有太多共同点，除了他们皆是上仙阶品。上仙阶品。